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段险些让中国走向红色王朝的秘史，毛泽东曾经酝酿的世袭接班梦想，以及他如何在短短34天内宣告破灭。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毛泽东的长子，被人称为毛太子的毛岸英。他的命运既握在伟大领袖的手中，也被一碗看似平常的蛋炒饭所改写。如果毛岸英不在朝鲜战场上意外牺牲，中国会不会像北韩那样出现毛氏父死子继的局面呢？好在历史没有让这个如果成真，但其中的曲折离奇发人深省。毛岸英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带着红色血统的光环，但同时也笼罩着乱世的阴影。他1922年出生于湖南，是毛泽东与第一任妻子杨开慧所生的长子。杨开慧出身书香门第，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在乱世中抚养了毛岸英兄弟3人。然而，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却无暇也无心顾及家庭。在毛岸英年幼时，毛泽东长期奔走于革命根据地，与妻儿聚少离多。1927年，国民党清共战乱中，毛泽东匆忙转移，竟未设法将妻子儿女带走安顿。杨开慧只能带着孩子隐居乡间，生活困顿且随时面临危险。毛泽东第2次路过长沙附近时，本有机会探望并救出家人，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行动，反而在外与贺子珍同居并再婚。毛岸英兄弟幼小的心灵就此蒙上阴影。1930年，杨开慧最终被反共军阀逮捕，在敌人威逼他公开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以换取生路时，杨开慧宁死不从，慷慨就义。年仅8岁的毛岸英亲眼见证母亲舍身成仁，却等不来父亲的营救。母亲牺牲后，毛岸英兄弟一度沦为孤儿，被亲友辗转送往上海的中共地下机构收留。可是当时革命处境艰难，经费断绝，没人能长期照料他们，几个孩子不得不在上海街头流浪，靠做杂工和施舍度日。毛岸英在孤苦中熬过童年最黑暗的5年，尝尽饥饿和颠沛流离之苦。这段经历不仅让他过早品味人间冷暖，也在他的性格中埋下了缺憾的种子。1937年前后，毛岸英终于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被接到苏联。年仅14、15岁的他结束了流浪生活，进入莫斯科的学校学习。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毛岸英努力追赶知识，但幼年流离所造成的基础缺失恐怕很难完全弥补。不过，在苏联的岁月里，毛岸英因领袖之子的特殊身份而受到一些优待。1942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20岁左右的毛岸英加入了苏军。他被破格授予中尉军衔，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接受高级参谋人员培训。毕业后，他被任命为苏军一个坦克连的政治指导员，随部队参加了苏军对德最后的反攻作战。据说毛岸英曾随苏军打到柏林，甚至受到了史达林的接见。史达林还特意送给这位远东盟友的儿子一把手枪做纪念，并半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当对象。这一连串经历听起来颇为神奇。10年苏联岁月，上战场杀敌，见过史达林，领袖赠枪，对一般人而言，几辈子也难有如此传奇。然而事实上，毛岸英的红军从军历程很短，真正参战的时间可能不到半年，而且在协议保护下没有深入前线搏杀的危险。不过，这段经历日后成了他炫耀的资本，增强了他内心作为天之骄子的优越感。1946年，第2次国共内战正酣之时，毛岸英随着苏联顾问团回到中国延安，终于与父亲久别重逢。毛泽东见到已长成青年的长子，自有一番欣喜，但作为党的领袖，他不愿给人以特殊照顾子女的口实。据说毛泽东对毛岸英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放下身段，从基层劳动学起。于是毛岸英刚回国不久，就被安排到农村跟随一位劳动模范学习种田，这被称作上农业大学。然而实际上，毛岸英在乡下劳动仅50多天，顶多算是一个短暂的劳动夏令营。此后，毛岸英被父亲留在身边，在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身边担任秘书兼翻译。社会部是负责情报与保密工作的机关，任职这里本该十分忙碌，但毛岸英的作风颇为散漫，看在李克农等领导眼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他是主席的儿子，不好过于苛责。新中国成立前后，毛岸英作为第一公子，生活上行动自由，工作上却没有稳定明确的职责。在正式公布的履历中，毛岸英从延安回国到1950年赴朝作战的近4年里，没有长期扎根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他常常3分钟热度，地浅尝辄止，农村劳动几十天就结束，给李克农当秘书，没多久又换岗。毛岸英遗留下来的几段经历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1950年5月，他随苏联代表团到武汉出差，本应完成翻译任务后立即返回京城，却借机顺路南下，跑回湖南老家韶山探亲。在老家，他不仅住进了湖南省委设置的高级招待所，还因手头拮据，直接找上湖南省委书记借钱，替父亲还当年留下的欠款。探亲期间，他四处以毛主席儿子的身份示人，地方官员无不礼遇有加。毛岸英在家乡流连了1个多月，直到1950年6月韩战爆发，李克农从北京发电催促，他才匆忙结束悠长的探亲假。返程时，28岁的毛岸英安然躺在地方特意安排的软卧包厢里，一边品着家乡名茶君山银针，一边悠闲地翻阅报纸。可以想见，当地党政领导对这位特殊客人是多么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借钱，住高规格招待所，坐特权火车，毛岸英在那趟旅程中处处享受着皇子般的待遇，也充分运用了毛泽东之子的影响力。这种种细节被人记载下来，不禁让人联想，毛岸英虽经历过苦难童年，但在新政权建立后，很快过上了一种有点骄纵的生活，第一公子的本色开始彰显无疑。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的烽火燃起，中国国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呼声日渐高涨。此时，毛岸英原本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这其实也是毛岸英少数正式任职的经历之一。据称是他闹着要下基层锻炼，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去了工厂，但他在机器厂也只待了不到2个月。随着国际局势恶化，毛泽东和中央高层在1950年10月初做出了抗美援朝、派兵入朝作战的重大决策。这时，毛泽东心中盘算着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既然决定出兵，他是否应该让自己的儿子也上一线，以表明自己带头的决心。多年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以公私分明自诩，但内战刚结束，他也面临一个传统帝王常有的念头：接班人的培养和选定。如果毛岸英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成长为军队领袖，那无疑对于他日后接班执政大有裨益。关于毛岸英赴朝参战，过去一直有2种说法，一种说是毛岸英主动请缨，要求上前线，另一种则认为是毛泽东有意安排。从现有史料看，后一种说法更接近真相。有回忆记载，1950年10月5日，在中央正式决定出兵后，毛泽东曾对身边警卫员小李谈起此事。他语气坚定地说：“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不去，谁还能去？”毛岸英参军入朝，显然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他接着表示：“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这番话道出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一方面让自己的儿子参战，可以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显示领袖家庭不搞特殊，在国难当头之际与全民同甘共苦；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毛岸英在沙场上增长见识和历练，为将来做准备。这个将来值得玩味，很可能暗指日后的仕途和接班前景。毛岸英接到父亲召见，得知自己将奔赴战场时，也表现出兴奋和自豪。毕竟，对毛岸英而言，这既是报效国家的机会，也是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舞台。毛泽东对毛岸英赴朝的安排可谓细致周到，他并不打算把儿子真的丢到最危险的前线，而是要既能保证相对安全，又能让他见识战争全局。很快，志愿军统帅部缺乏俄语翻译的消息传来，当时决定由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前线，但彭总身边尚无合适的俄语翻译可用。毛泽东听报后立即拍板：“不用另找了，让岸英去吧。”就这样，
毛岸英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秘书兼俄文翻译，以随军干部的身份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这个职务看似普通，实则大有讲究。毛岸英既能留在司令部运筹帷幄，相对远离枪林弹雨，又能掌握战场上的一手核心情报。毛泽东甚至对儿子的服役时长都有附案。毛岸英临行前对岳母张文秋及妻子刘思齐的母亲坦诚，此去多则半年，少则3月，也就是几个月后他就会回国报到。毛岸英的行李也没有全部带走，许多衣物书籍都还留在北京机器总厂。他笑着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呢。从这些细节来看，毛泽东给毛岸英安排的更像是一场镀金之旅，既能上前线立功，又不至于有去无回，而且时间不会太长。甚至据说1951年1月初，毛泽东一度还不知道儿子已出事，还在对办公厅主任叶子龙说，过几天把岸英叫回来吧，他整理的材料文字退步了，需要带回来好好提高提高。可见毛泽东原本计划在战局稳定后就让毛岸英回国，他的世袭梦仍在悄然编织中。怀抱着父亲的殷切期望，毛岸英于1950年10月中旬跟随彭德怀来到东北，随即跨过鸭绿江，投入了惊心动魄的抗美援朝战争。从此28岁的毛岸英进入了自己生命中最后也是最具戏剧性的34天。在朝鲜战场上，毛岸英表面身份是志愿军司令部的一名普通秘书和翻译，但实际上所有人很快都知道了他的特殊来历，他是毛主席的儿子。按理说，毛岸英的身份应当保密，以免成为敌军眼中的目标，或引起内部不必要的议论。然而毛岸英似乎并不避讳，一到朝鲜便处处流露出自己太子爷的本色。司令部的将士们发现，毛岸英逢人便主动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语气中透着骄傲和毫不掩饰的自豪。他腰间常配着一把小手枪，如果有人好奇询问，他就会拔出手枪炫耀地说，这支手枪来头可不小呢，是史达林送给我的。战友们听罢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惊叹道，你去过苏联，见过史达林？毛岸英这才兴致勃勃地讲述起自己在莫斯科10年的经历，如何参加过卫国战争，如何受到史达林接见，史达林问他为何不留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对许多来自农村、工厂的基层干部战士而言，毛岸英描述的世界无疑遥不可及，连身经百战的彭老总也难以望其项背。毛岸英大谈自己的非凡见闻，让身边人听得瞠目结舌，也让他沉浸在满足感中，炫耀自身背景和功绩的性格由此展露无遗。只不过毛岸英豪爽讲述的这些辉煌历险，在有经验的高级将领眼中倒未必那么了不起。实际上，他引以为傲的苏联红军生涯也是浅尝辄止。他1943年才开始军事学院学习，1944年底毕业参战，距离苏军攻克柏林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更何况当时苏共和中共有过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儿女直接上前线犯险，所以史达林给他安排的坦克连指导员本就是相对安全的后方职务。换言之，毛岸英的战场经验其实相当有限，只是对志愿军很多基层干部来说，能打到柏林见到史达林这类事足够传奇。毛岸英自然乐于让大家这样看待自己。这种言谈不仅满足了毛岸英的虚荣心，也在无形中拉开了他与那些真正从枪林弹雨中拼杀出的将领们的距离。除了爱炫耀，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期间还表现出一种少年心性的浮躁和大大咧咧。他毕竟是最高领袖的儿子，自我定位不同一般，言行举止也不把自己当外人。有老战士回忆，毛岸英有次碰见志愿军王牌38军军长梁兴初，竟主动问梁军长，你那里缺不缺人啊？我到你们军里去行不行？梁兴初愣了一下，笑问，你想干什么？我把你安排到作战科工作好不好？毛岸英撇撇嘴，要是还在机关里磨洋工，我跑你那儿去干嘛？我在志司，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不一样吗？梁军长不禁好奇，那你想？毛岸英眼珠一转，朗声说，我想下基层，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这话一出口，梁兴初大吃一惊，
一个小小的司令部秘书，张口就向他这位王牌军军长讨要一个营长的位置。梁兴初当场有些招架不住，只能支吾着说：“那好，那好。”毛岸英当真起劲了：“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道？”梁军长为难地说：“我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肯放你走，前线危险很大哟。”毛岸英满不在乎地说：“你去和彭总讲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梁兴初连连摆手，和彭总讲：“那可不敢呐，彭老总非说我梁兴初怎么挖他的墙角不可，那我可担待不起。”毛岸英一听不耐烦了，挥挥手大声说：“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好吧，我自己去找他谈。”说罢一捋袖子，真的准备自去请缨。这番插曲让梁兴初哭笑不得，也让听说的人瞠目结舌。这哪里像司令部一个小秘书同主力军军长的对话？毛岸英那满不在乎挥手捋袖的动作，俨然是毛泽东当年的派头。在他眼里，彭德怀这位全军统帅都成了可以随意直呼彭老头的长辈玩伴。他的无所畏惧，不是因为年少无知，而是因为只缘身在最高层。有了这层身份撑腰，他与上级说话毫不拘谨，颐指气使，全然把自己当成了监国太子或钦差大臣。甚至在和彭德怀本人相处时，毛岸英也显得颇不知分寸。司令部里的人常看到毛岸英陪彭德怀将军下棋，两人你一子我一子的对弈间，毛岸英经常因为懊悔某步走错棋而与彭总争得面红耳赤，一点不给老将军留情面。旁人委婉劝他下棋别太当真，要让彭总借其消遣放松心情，可他却不以为然。有段回忆甚至记载，毛岸英某次不满彭老总毁棋，竟脱口半开玩笑地骂道：“他妈的，彭老总你又毁棋了！”彭德怀哈哈一笑，算是应付过去。一旁的洪学智副司令员则偷偷踢了毛岸英一脚，示意他对统帅尊重些。毛岸英满不在乎，依旧把彭总当成家里长辈一般看待。可以说，在彭德怀等人眼中，毛岸英真是像个天真任性的晚辈，有点大胆过头，但毕竟是领袖的儿子，也只好由着他。然而毛岸英最惊人的逾矩行为还在后头。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第一阶段作战告捷，成功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退。志愿军司令部随即在朝鲜北部的大榆洞举行了一次高级将领扩大会议，讨论接下来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会上，彭德怀先是因不满第38军行动迟缓，痛斥了梁兴初军长，甚至拍桌怒道：“违反军令，按律当斩。”众将领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接着，彭总开始部署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他镇定地在地图前分析说：“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30至50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冒进。前锋部队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寻机穿插，分割包围。”彭德怀正讲解着诱敌深入，在围而歼之的战术，没想到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毛岸英竟然站起身，离开座位，绕到彭德怀对面，伸手指着作战地图，高声陈词打断道：“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在往南逃吗？不是败退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反而要后退呢？”霎时间，屋内气氛凝固，所有与会者都惊呆了，大家面面相觑，私下窃语：“那个小翻译胆子真大，彭总正在发火，他竟敢站出来说三道四，这么重要的会议哪轮得到他发言？”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了自己只是个秘书兼翻译，全然把自己当成了可以指点江山的太子。彭德怀盯着眼前这毛毛躁躁的小辈，据说当场脸色极不自然，但念在毛岸英身份特殊，终究没有当面斥责，只是淡淡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吧。”会后，彭德怀把毛岸英单独叫去，语重心长地教导了一番，希望他明白军中纪律，不可如此孟浪。经此一事，许多将领私下感慨，毛主席的儿子真不简单，连彭老总都拿他没办法。
而对毛泽东而言，也许他希望看到的正是儿子在军中历练并崭露头角。尽管这次毛岸英的是非观明显有失成熟，但这种敢言的姿态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毛岸英自认地位特殊，未来或许能镇住场面。只是谁也没料到，命运很快就给了毛岸英和他的父亲一个无比残酷的教训。毛岸英在战场上勇于直言，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作风，有一部分源自他的底气，但也有一部分出于年轻人的散漫习气。司令部的同志们早就注意到，毛岸英平日生活作息比较随性，不像军中干部那样严守纪律，他爱睡懒觉，经常太阳照屁股了才起床。有人打趣送他一句顺口溜：日上三竿我独眠。毛岸英自己也曾为睡过头而不好意思，在朝鲜冬日恶劣的环境下，他也未能改掉这毛病。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留给毛岸英一句临别嘱咐：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这话背后是对毛岸英作息散漫的善意提醒。然而惯性难改，毛岸英还是松松垮垮。更要命的是，朝鲜战场上的防空形势极其严峻，美军飞机经常出没轰炸。为了保障司令部人员安全，志愿军司令部专门制定了严格的防空规定。第一，天亮前必须用完早餐。第二，天亮后禁止一切炊烟，不能生火做饭，以免暴露目标。第三，日出后所有人员分散隐蔽在防空洞或隐蔽处，不可在地面建筑内逗留。彭德怀亦三令五申，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要注意防空，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躲避而不进，就是严重的纪律问题。话虽如此，毛岸英却没有真正将这些规定放在心上。1950年11月25日，这是毛岸英赴朝参战的第34天，也是改变他命运的一天。清晨天还没亮，志愿军司令部的人就警报大作，纷纷躲进了山坡下的防空洞。毛岸英却因为贪睡又一次起晚了，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按照规定，其实此时大家本该早就吃完饭并全部进洞，但毛岸英晚起肚子空空，只好饿着肚子待在防空洞里避敌机轰炸。美军侦察机在天空盘旋了一阵后暂时飞走，时间一点点推移，天色大亮，毛岸英的肚子也咕噜咕噜直叫。大概上午10点多，见周围一时无事，毛岸英终于忍不住对身旁的机要参谋高瑞新说：我要回作战室去。高瑞新警惕地劝道：再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可毛岸英拍拍肚子，不以为然地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半会儿也来不了了，就是来了又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小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吗？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一句话，把自己的冒险行为拔高成学习毛主席的风范。说完，他不顾劝阻，起身就往洞外走去。高瑞新见状，只好硬着头皮跟上。几名司令部工作人员也陆续出了防空洞，和毛岸英一起返回山坡上的木屋作战室。他们实在饿坏了，决定趁敌机不在，生火热饭。毛岸英说干就干，一马当先跑回彭德怀的办公室，从彭总行军床下翻出几个珍贵的鸡蛋和冷饭，准备给自己和高参谋做一顿蛋炒饭来充饥。这几颗鸡蛋其实来历不凡，是朝鲜人民军派来中国志愿军当副司令的朴一宇特意送给彭德怀改善生活的。当时前线物资匮乏，鸡蛋极其稀罕，彭德怀舍不得吃，部下也不敢动。但毛岸英身为太子，胆大得很，说炒就炒。彭总的办公室其实不是真正的厨房，只有一个取暖用的铁桶炉子，不过将就一下用来炒饭也是能凑合的。毛岸英和高瑞新很快生起火，在炉子上支起简易锅子，打了鸡蛋就开始往锅里倒冷饭，滋啦滋啦的热炒起来。热腾腾的蛋炒饭香味四溢，两人顾不得形象，大口吃了起来。11点刚过不久，毛岸英正蹲在炉子旁狼吞虎咽，忽然传来一阵低空轰鸣声，4架美军 B-26 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大鱼洞上空。原来早上那架侦察机发现了可疑迹象，或许正是看见了毛岸英他们违规生火做饭冒出的炊烟，引导轰炸编队赶来。这4架敌机贴着山头飞过，紧接着迅速折返，机腹下一时间倾泻出数十枚银亮的球状物，凝固汽油弹，轰轰轰，一连串爆炸伴随烈焰瞬间吞没了山腰上的那间木屋作战室，
门口值守的程普参谋眼见炸弹倾泻，扯开嗓子朝屋里狂喊：敌机扔炸弹了，快跑啊！随后他顾不得别人，拔腿就往外逃命。与程普一同值班的另一名参谋徐包元离门最近，也奋力滚出屋外。而屋内毫无防备的毛岸英和高瑞新慌乱中竟未及逃出，反而一头钻到桌子底下试图躲避。火光之中，几十枚燃烧弹弹弹命中，整座木屋刹那间化作一片火海。毛岸英和高瑞新连同那锅还没吃完的蛋炒饭一起被烈焰吞噬。轰炸过后，幸存者惊魂甫定，回顾这突如其来的惨剧，无不痛惜，这完全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啊！司令部制定的防空纪律原本滴水不漏，偏偏毛岸英一念之差，无视规定，心存侥幸，最后害人害己。当时逃出升天的程普后来回忆说，炸弹落下时，我在门外亲眼看见那2位还钻在桌子底下，要是他们早一点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可惜世上没有如果。这场空袭导致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室被毁，毛岸英和高瑞新2人壮烈牺牲，而他们违反防空规定所冒出的区区炊烟，很可能正是引来杀身之祸的诱因。毛岸英用行动证明了父亲常悬挂嘴边的一句老话，绝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讽刺的是，他口口声声要学父亲毛泽东当年在延安不屈不挠的榜样，却没有父亲那样的好运气。毛泽东昔日在延安埋首工作，懒得进防空洞而幸免于难，儿子毛岸英今朝在朝鲜效仿父亲，却命丧敌弹。苍天似乎要在此刻向世人宣示一种玄妙的均衡，哪怕是红色领袖之子违反战场纪律，也同样要付出血的代价。毛岸英牺牲时年仅28岁，从他踏上朝鲜土地到被炸身亡，只有短短34天时间。从他踏上朝鲜土地到被炸身亡，只有短短34天时间。这34天本是毛泽东满怀期待的接班人养成计划的一部分，却不料成为毛氏世袭梦想的终结篇。当天夜里，志愿军司令部以彭德怀名义发出一封绝密电报，飞报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了毛岸英阵亡的噩耗。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所有高层领导都为之震惊。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消息后，脸色煞白的彻夜难眠，心里揣测着如何向主席开口。毛岸英是毛泽东最钟爱的儿子，也是毛家寄予厚望的未来接班人，如今竟天折异乡，毛主席该是何等悲痛。然而战事正紧，中国领导人旋即又要赴苏联和史达林会晤，这个消息该怎么向毛泽东禀报，何时禀报，都需要极大谨慎。有一种说法是，周恩来出于对毛泽东身心状况的忧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噩耗告诉远在途中或莫斯科的毛泽东，而是等到稍后才设法让他逐渐知晓真相。也有人说毛泽东在几天后就得到了电报，但强行压抑悲痛，装作不知情，依然如常处理政务。无论哪种说法，更广为人知的一幕发生在毛泽东亲口承认毛岸英牺牲的时候。当时有同志小心翼翼地向毛泽东询问是否真有其事，毛泽东沉默良久，点头说，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没有什么奇怪，我们这么多志愿军将士都牺牲了，我毛泽东也不是只有别人流血，自己不流血。这番话说得云淡风轻，但任谁都听得出这位伟人的内心正在滴血。毛泽东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安慰了自己，他的儿子不过是千万战斗牺牲者之一，没有任何特殊。据身边人回忆，毛泽东说完话，缓缓走到窗前伫立良久，背影沧桑。随后的日子，他很少再提及岸英的名字，将悲痛深埋心底。毛岸英的遗体最终没有运回国内，遵照毛泽东本人的意愿，长眠于朝鲜平安南道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与数万阵亡将士长相厮守。原来彭德怀曾上书建议，岸英既是志愿军普通一员，就让他与战友们葬在一起吧。如果单单把毛主席儿子的灵柩运回国安葬，对其他烈士家属不公。周恩来权衡再三，也认为不可为毛岸英搞特殊。毛泽东痛失爱子，却强忍悲痛，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也是毛岸英在苏联的老朋友，坦然地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岸英死在朝鲜，就让他葬在朝鲜吧。一句话
道尽一代领袖的无奈与襟怀。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这场世袭密谋终于走向破灭。曾经有人设想，如果毛岸英不死，他也许会逐渐被培养进入领导阶层，甚至在毛泽东晚年接班执政。毕竟毛岸英的性格很有毛家风范，懂军事又与父亲亲近，极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接班人。那样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可能出现类似于北韩金氏王朝的局面，由革命领袖的直系血脉世代相传执掌权力。然而天意弄人，一碗蛋炒饭引发的空袭，硬生生断送了毛氏家族传承政权的道路。毛岸英去世时，毛泽东才50多岁，还有20多年寿命，但他再没有合适的儿子可以接班。毛岸英的弟弟毛岸青自幼受战乱刺激，精神状况不佳，根本无法担负重任。其后，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娜也都没有卷入最高权力圈的可能。毛泽东从此在接班人问题上历经曲折，先是刘少奇被选为法定接班人，却反目遭整肃，后有林彪一度被视作接班人，又叛逃坠亡，最后由相对平庸的华国锋过渡掌权。倘若毛岸英健在，这一切或许将截然不同。毛泽东未必会依赖林彪、江青等人，而是极可能于文革结束后将大权传于己出。只是历史没有假设，毛岸英的名字最终定格在了长眠朝鲜的墓碑上。中共的接班问题也走向另一种演变。后来的历史证明，新中国并没有走上红色地位世袭的道路。毛泽东晚年评价金日成搞父子相传时，还讥讽说，我们中国可不搞帝王继承那一套。话虽如此，或许连他自己都感慨万千，假如长子还活着，自己会不会也动那样的念头呢？毛岸英之死不仅改变了毛家父子的命运，也在民间留下诸多传闻和话题。其中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便是蛋炒饭导致毛太子丧命。多年来，关于毛岸英牺牲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有不同的版本。官方早期的说法比较简单，称毛岸英是在志愿军司令部遭敌机空袭时光荣牺牲，强调他在岗位坚守职责，不幸遇难。但军中许多亲历者后来的回忆却揭开了一些不那么光彩的细节。1994年，大陆出版的《彭德怀传》一书中，编写者们根据彭老总身边工作人员的说法，首次公开描述了毛岸英在那次空袭中因为炒鸡蛋饭而暴露目标的情节。随后，更多参战老兵如杨凤安、王天成、丁甘如等也陆续证实，毛岸英当时确实因为肚饿违反纪律，跑去炉子旁热饭，才被炸身亡。其中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里细节更多，他亲眼看见毛岸英和几名参谋在炊烟袅袅的屋内炒米饭吃，还当场呵斥让他们灭火。后来新版回忆录又补充说，他们炒的是鸡蛋炒饭，鸡蛋正是朴一宇送来的珍贵食物，别人不敢动，唯独毛岸英敢拿来果腹。这些回忆录一出，蛋炒饭的故事便广为人知。互联网时代，不少网民以蛋炒饭作为隐晦的代称，每逢毛岸英的忌日或生日在网上调侃，以此影射权贵子弟的特殊待遇和下场。一时间，谁动了毛太子的蛋炒饭成为坊间戏谑。然而，这样的调侃刺痛了当局敏感的神经。近年来，中共官方对蛋炒饭致死说展开了强力的辟谣行动。他们称这是最恶毒的谣言，企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毛岸英作为烈士的英雄形象。例如，官方媒体刊文强调，志愿军前线艰苦，哪里来的鸡蛋炒饭？有说法辩称毛岸英当时只是在烤苹果皮充饥，不存在炒饭露馅。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也站出来怒斥，这种说法毫无良心，坚称前线官兵哪里吃得到大米白饭和鸡蛋。然而，仔细推敲官方的反驳理由，其实并不那么有说服力。正如一些史家指出的，前线战士或许只能吃炒面粉和冻土豆，但志愿军司令部作为核心单位，弄点鸡蛋和大米并非不可能。彭德怀办公室虽无炊具，但旁边炊事帐篷里完全可以炒饭，或者用铁炉热饭。至于烤苹果皮的说法，更像欲盖弥彰的托词，因为烤苹果皮和炒饭本质区别不大，同样是为了填饱肚子而违规动火，所以
多位当事人回忆里所提到的热饭吃情节，大体上应当属实。官方之所以极力撇清毛岸英与蛋炒饭的联系，用意无非有二：其一，避免将毛岸英的牺牲归咎于他个人疏忽，从而损害英雄烈士形象。毕竟贪嘴懒觉导致送命，听起来有损一个完美革命青年的名声。其二，考虑到宣传口径长期强调志愿军艰苦奋斗，塑造了全军忍饥挨饿打胜仗的光辉图景。如果传出最高领袖之子在后方享受鸡蛋炒饭，那无疑让人感到强烈的不适和反差。为了维护革命叙事的严肃性，官方干脆将蛋炒饭三字列为敏感词，一逢敏感时间就在网络上严加防范封杀，以至于如今连讨论这道家常菜都可能引火烧身。也正因如此，每年毛岸英牺牲的日子临近时，网络舆论场上常会掀起一波蛋炒饭风波，成为极具中国互联网特色的政治隐语现象。回顾毛岸英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不禁让人感慨万千。他出身高贵，少年多舛，却也凭借父荫步步青云。他既吃过人间苦难的饭，也享过至高权力的福。他是父亲手中精心塑造的接班人苗子，却在命运的玩笑中成了父亲权力棋盘上一颗突然消失的棋子。如果没有那场空袭，毛岸英很可能在3-5个月后衣锦还乡，披着抗美援朝英雄的荣光，继续接受毛泽东的重点栽培。也许多年以后，他真有可能登上中国的权力巅峰，开创一个红色世袭的先例。中国的领袖从此不再是选拔制，而是父死子继，党主席变成了毛家天下。这绝非危言耸听。当年的北韩，金日成正是依靠塑造儿子金正日为革命接班人，奠定了家族独裁的模式。而毛泽东作为与金日成并肩战斗过的共产巨头，未尝没有过效法帝王传嗣的念头，只是上天最终没有给毛泽东这个机会。有人将毛岸英之死称作苍天有眼，一碗蛋炒饭灭了毛氏王朝的萌芽，也让中国避免重走封建皇朝的老路。这话虽带宿命色彩，却颇耐人寻味。毛岸英作为普通志愿军烈士，长眠异国，他用生命画上了毛家荣耀的休止符。毛泽东晚年虽然权倾天下，却再也没能扶起自己的子嗣接班，只得看着江山拱手让给他人。历史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终结了一场秘密酝酿的世袭梦想，也让我们看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权力多么巅峰，终究难敌命运弄人。一碗小小的蛋炒饭，改变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更可能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